叶枫在向丽娜仙女和白玄真师祖告别之后，他的脚步再次踏上了回到江城的路途。随着接近许家大门，叶枫并没有急于行动，而是先在附近观察了一段时间，寻找进入许家的最佳方法。他意识到，以往的直接潜入可能会再次引起不必要的冲突，于是决定采取一种更加圆滑的方式去了解许家的近况。夜深人静之时，叶枫轻手轻脚地接近了许家，但这次他并没有选择通过暗中潜入，而是直接敲响了许家的大门。穿着标志性的小丑忍者服，叶枫在黑夜中显得格外突兀。他戴着面具，混淆了自己的身份，以一个谜一样的角色出现在许家门前。门卫对这位江城中小有名气的小丑忍者自然听闻过一些，但亲眼见到死人出现在许家门前，还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。门卫迟疑了片刻，毕竟小丑忍者在江城中的行为虽然神秘，但并未真正引发过什么恶劣事件，便决定上报。不多时，许连心的身影出现在门前，他的目光透过夜色，审视着这个黑夜中多了份戏谑却又充满传说色彩的身影。小丑忍者，听说你在江城中的各大家族之间颇有名头。许连心的声音平静且带着一丝好奇，这么晚来我许家，又有何指教？叶枫改变了声线，掩盖自己的身份，沉声说道：许小姐，我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求拜许连心作为武道家族的一员，对于切磋的请求并不反感。小丑忍者，你想要切磋武艺，虽然不知你的真正意图，我可以找许家的高手与你一较高下。场地被迅速准备好，叶枫面对着许家选出的武者，他全身绷紧，准备随时应对。许家派出的第一位武者名为许铁山，他是许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擅长使用重剑，招式狂野而有力。许铁山手持长剑，步伐稳健地向叶枫逼近，剑气凛凛，发起了猛烈的攻势。剑招名为破岩斩，力求一击必杀。然而叶枫身形一转，轻松地避开了攻击，反手一掌轻触许铁山的肩膀。许铁山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内力袭来，立刻失去了平衡，被击败退场。紧接着，许家派出第二位武者，名为许流云，擅长轻功和指法，招式灵活狡猾。他使用的是一套七星连珠的指法，快速穿梭于叶枫周围，试图找到破绽。叶枫却仿佛早有预料，步伐轻灵地跟随许流云的节奏，在对方最不预料的瞬间，用简单的手刀击中了许流云的穴位，让其动弹不得。同样一招制胜。最后一位是许家的女武者许学武，她擅长内功和软剑，招式曼妙且致命。许学武剑招名为寒月影，剑影似乎遍布了整个战场。叶枫不慌不忙，内力在体内运转，在适当的时刻释放出一种让人感觉既沉稳又充满弹性的气势。叶枫深知许学武的寒月影剑招犹如幻影多端，光凭肉眼是难以捕捉其轨迹的，因此他并不是以眼去追剑，而是以心感剑，以气引剑。随着叶枫内力的施展，他周围仿佛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屏障，任由许学武的软剑如何变化，都无法真正接近他的身体。他运用的是一种借鉴了玲珑息法的深厚内功，其名为风息屏。他让叶枫能在对方攻势密集之际，仍能保持一片清静之地。在剑影最为凌厉之时，叶枫突然轻轻一跃，化为一道微不可察的影子，轻盈地落在许学武的身侧。在这一刻，所有的剑影都派不上用场了。叶枫轻咳一声，让许学武意识到他的靠近。他惊讶之下，条件反射般的回身挥剑，但只切破了一阵风。叶枫借着许学武挥剑之势，轻轻地将手置于他剑臂的关节上，轻微的一个按压，便让许学武的动作戛然而止。他知道，这已是一种极其克制且精妙的暗示。若是叶枫真下狠手，他刚才的一剑或许会是他在这场切磋中的绝唱。叶枫回到原地，微微一笑，对许连心说道：许小姐，试探到此为止，该派出许家的高手了吧？许连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的眼中掠过一丝惊讶。小丑忍者，你的实力的确不同凡响，既然你如此坚持，
那我便派出许家真正的高手以一决胜负。随即，许连心转头对着旁边等候的家族成员轻声吩咐了几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身影缓步走了出来，这是许家闻名江城的高手许天龙。许天龙步入场中，他的眼神中透出一种深邃的光芒。小丑忍者，听说你已经连续战胜了我许家的3位弟子，的确令人刮目相看。今天我将代表许家与你一试高下。许连心和其他许家人退到一旁观看，这一战无疑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他们都想见证这位传说中的小丑忍者与许家顶级高手之间的较量。叶枫微微一笑，他的眼神中没有一丝紧张。两人站定，空气仿佛凝固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只剩下月光下的对决。紧接着，许天龙没有任何犹豫，一上来便展示出了他的绝技龙翔九天。一式拳法结合轻功，身形仿佛化作一条腾空的巨龙，拳风猛烈且带有翻卷的气势，直扑叶枫。叶枫的面具下的眼神沉稳如水，全然不见慌乱。在许天龙的攻击即将到达之际，叶枫使出了从白玄真师祖那里学到的行云流水，身形云淡风轻的在许天龙的攻击范围之外轻轻一闪，展现出高超的身法和对时机的精准把握。接着，叶枫趁着许天龙收招之时，立即反击，施展出了一招寂灭指锋，指尖聚力，轻飘飘地点向许天龙的前胸要穴。这一招速度之快，力道之深，却又不失柔和，完美体现了刚柔并济的境界。许天龙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，只能急忙运用内力护体，他的身体微微一震。显然叶枫的寂灭指锋让他颇受震撼，但他显然不愿就此认输，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再次发力。然而叶枫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他运用玲珑息法中的一式静海归潮，将内力如潮水般汹涌而出。这股力量并非直接攻向许天龙，而是在他四周形成了一圈力量的漩涡。面对许天龙被静海归潮的漩涡困住后，小丑忍者叶枫缓缓走向他。在那一刻，所有的观众都屏住了呼吸，紧张地注视着场中的每一步动作。叶枫靠近许天龙，他的指尖以寂灭指锋轻轻触及许天龙的右手要穴，瞬间，许天龙感到右手一阵麻木，暂时失去了1个月的知觉，却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。这正是叶枫克制之下的精妙控制。许天龙缓缓退到一旁，小丑忍者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紧接着，许家真正的高手许无忌，这位许家的隐秘守护者，悄无声息地登场。许无忌站在叶枫面前，淡淡说道：“小丑忍者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怎样的能力。”切磋开始，许无忌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武艺。第一招苍穹碎，他的双手仿佛拥有拆分天地的力量，掌风凌厉无比，笼罩向叶枫。叶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力量，依然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。他运用玲珑息法中的技巧，身形在掌风之间灵动穿梭，仿佛游龙般避开了攻击。接下来，叶枫以一招夜雨系无声回应，他的每一步走动都不泄露分毫的声音或气息。突然间，他出现在许无忌的侧后，轻轻一指，运用内力形成一股细如雨丝的力道攻向许无忌。许无忌几乎是在叶枫指力达到之前的瞬间就已感知到其存在，他身体微侧，巧妙避开这一击。然后他闭上双眼，深吸一口气，使用自己的绝技心眼通明，进入一种几乎能够感知对方意图的境界。这使得叶枫的大多数攻击都难以奏效。叶枫意识到单靠身法和轻功已经难以占优，于是决定变换策略，展现他真正的实力。叶枫深吸一口气，运转全身的内力，使出他精心准备的绝技九天落星。此招融合了玲珑息法的精髓，内力如星辰落下，包含着磅礴的力量和不可预测的变化，向许无忌袭去。许无忌感受到叶枫这一招的威胁，他的心眼通明让他预感到这一击的危险，于是全力以赴，运用许家传承多年的绝学苍穹遁，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防御。当九天落星撞击在苍穹遁上时，产生了巨大的声响，
像是实质的冲击波在空气中荡漾开去，让观战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撼。场外突然闪过一道身影，几乎快到让人难以察觉。这道身影以惊人的速度插入两人之间，一掌轻轻拍向叶枫释放出的内力，令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随着这掌力的接触，九天落星竟如同遇到了天然克星，内力在一瞬间被巧妙地引偏，化作一道光束冲向高空，最后在夜空中又如真正的流星般消散。这位突然入场的人身着简朴的青衣，却带着几分仙风道骨的气质。他站在那里，似乎没有使用多少力气就化解了即将造成大破坏的一击。他侧头对许连心微微一笑，示意自己没有受伤，这才让场中的人逐渐认出他正是许连心的师傅，江城中少有人知的隐士高人柳无影。柳无影转向叶枫，淡淡的说：“小丑忍者，你的武艺我已经耳闻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与无忌的比试，我也看在眼里。你们俩人都是武道之中难得的人才，谁受了伤都不好。”对于柳无影这位隐士高人的出现，场内所有人都深感震惊与敬畏。叶枫作为当事人之一，更是对柳无影的深厚武功感到敬佩。然而，在听到柳无影表达对自己与许无忌比试的认同之后，叶枫内心掀起了一股冲动。他知道机会难得，面前站着的不仅是许连心的师傅，更是一位难得一遇的武道高手。与这样的高手过招，对叶枫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锻炼机会。叶枫沉稳地对柳无影行了一礼，然后缓缓开口：“柳前辈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向您挑战。”柳无影略微惊讶于叶枫的请求，柳无影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：“小丑忍者，你的勇气与决心，我颇感欣赏。既然你有此心，我也不会拒绝。”在场的许家人见此一幕，虽然认为叶枫可能不是柳无影的对手，他们静静地站在一旁，准备见证这次难得的较量。比试开始，柳无影身形从容，他先是展示了一式流水无痕，动作看似简单，却蕴含深意，手中似乎有无形之力，以引导着周围的空气流动，造成微妙的压迫感。叶枫深吸一口气，集中所有精神，他知道直接硬碰硬的对抗对自己不利，于是决定利用速度和灵活性作为自己的优势。叶枫运用幻影步身法，身形如同幻影般在柳无影周围快速移动，试图寻找机会。柳无影却仿佛早有预料，他轻轻一挥手，使出了微风拂柳，在叶枫的移动轨迹中布下了一系列看似柔弱，实则包含强大内力的劲风。这些劲风精准地干扰了叶枫的行动，迫使他不得不放慢速度。叶枫意识到直接的身法对决对他不利，于是他凝聚内力于掌，爆发出一式光影流转掌，企图以强大的力量击破柳无影的防御。柳无影微微一笑，他淡淡的抬手，运用深厚的内功将叶枫的攻击轻松化解。他看着叶枫：“小丑忍者，使出你真正的实力吧。”叶枫闭上眼睛，调动体内所有经脉的力量，他的气息开始变得深沉而迅猛，仿佛他周围的空间都在微微震动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“柳前辈，请指教。”随着话音落下，叶枫使出了他的绝学破虚之极，这是一招将他对武道境界、对自然法则的理解全部融合其中的绝技。叶枫的手掌犹如汲取了天地之力般，内力波动变得几乎可见。他抬手一推，天地色变，一股巨大的力量瞬间凝聚成一个看似简单却蕴含所有变化的掌势，直冲柳无影。这一招并不是简单的破坏力，它充满了变化和生命力，仿佛是要打破武道中的虚空，触碰到武学的真谛。柳无影面对这一击，表情严肃了起来。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攻击，这是叶枫修行至今的精华，凝聚了他的心血与灵魂。柳无影没有再保留，他运转全身的内力，迎上了这招破虚之极。就在两人的力量即将接触的瞬间，整个训练场都被一阵强烈的光芒和气流所笼罩。所有观战的许家人都屏住呼吸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央的两位高手。轰的一声巨响，两股力量在场中央碰撞，产生了一阵耀眼的光芒和激烈的风暴。当光芒和风暴都逐渐平息下来时，
柳无影和叶枫都还站在原地，很显然的打了个平手。所有观战的许家人以及其他同门都深深的被这场较量所震撼。叶枫展现出的武艺超乎了他们的想象。一名许家的年轻武者忍不住讲道：“叶枫的实力真是惊人，能与柳前辈打成平手，这简直是前所未闻的事情。江湖中传言柳无影有大宗师的称号，今日小丑忍者这样的年轻武者能打成平手，足见他的武学天赋之高。假以时日，必有更高的成就。”观战的众人对叶枫和柳无影打成平手的事情议论纷纷，连连表示惊讶与赞叹。而叶枫在与柳无影的切磋中，深刻感受到了自己与真正大宗师之间的差距。虽然战果令人瞩目，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与柳无影还有很大的差距。在与柳无影切磋之后，他并未过多停留。叶枫离开许家后，直接回到陈家。叶枫找到了陈少，叶枫深吸一口气，开始叙述今日在许家与柳无影的切磋中，我们打成了平手。柳无影的武艺深不可测，据说他有大宗师的称号，只能打成平手，无法废了他的手脚。对于温家和吴家，想必陈少应该也听说了。我以小丑忍者的身份废了他们无数的高手，目前无法与陈家作对。陈少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叶枫，你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已经很不错了，至少三家的实力大打折扣，近期内无法有效的对抗陈家，而他们的实力虚实我已经了解了。这次你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。”叶枫听完后急切地问陈少：“那么关于命运之石？”陈少拿出那块绿色的石头，叶枫接过来仔细观察。尽管石头表面光滑，散发着一种微妙的光芒，似乎与众不同，但经过叶枫的内力感应与透视神眼的透视力观察，很快便确定这并非传言中的命运之石。叶枫有些失望地看着那块石头。陈少，这块石头确实有些不同寻常，但它不是我寻找的命运之石。陈少点了点头。我对这方面没什么研究，所以我也不清楚这是不是。既然不是，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叶枫紧握那块绿色的石头，决心不减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能找到命运之石的。